你看周围有好多的水鸟在围着我们的船飞啊！今天水鸟特别的多，然后飞着飞着就咚下去抓鱼去了。那我看这个水是很蓝，但是我看不到鱼，但不知道这海鸟的这个眼睛是怎么看的啊？飞着飞着，你看好多水鸟。今天特别多，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在欢送我们下船呀？我们要下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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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跟我们说拜拜。我唱歌，然后他还叫2声，我说下船了，下船了，然后那个鸟嘎嘎。早上好呀！今天我们就要下船了。那船上的3个免费餐厅就只有丽都自助餐厅，我们还没有吃过了。所以今天早饭呢，我们要去丽都。早上人还蛮多的嘞。烤面包，酸奶，火腿，吃菜，牛肉蛋花汤。May I have one of this? Thank you. 刚才在丽都吃完这个自助早餐，还是蛮好吃的，菜品很丰富。然后我们的吴总裁 Michael 也是在那儿吃的。我们刚才一起吃的早餐，聊了聊天，然后现在我们准备到皇宫。日报上面有，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名胜世界1号的套房。他们的套房呢分3种规格，这个只是最普通的规格哦，还有更高级的 villa 以及更大的套房。套房进来有一个化妆间，先是一个衣帽间，然后就是装修非常精致的卫生间。套房。海景有一个 balcony， 然后这个 balcony 就非常的大。还有几个小时下船，还有2个小时下船。借着这个空档啊，跟大家聊一下名胜世界1号我们做的这2个行程的一个感受吧。
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小知识点、小 paper。首先我们来说吃，大家最关心的一定是吃啊，毕竟世界名胜1号邮轮，它主打的就是要做舌尖上的邮轮，最懂台湾人的邮轮，所以他们在吃的方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大部分呢还是以中餐为主，你可以在邮轮上吃到火锅，吃到牛肉面，吃到各种粉，什么鱼头米粉。哎，咱俩还没去吃鱼头米粉。Michael 极力推荐那个，我们的总裁极力推荐说那个鱼头米粉在蓝湖餐厅的非常好吃。待会儿咱俩可以去尝一尝。对，本来我们还想说今天中午吃火锅。来不及了，这吃的太多了，每天就光剩吃了，就每顿饭每个餐厅都非常非常的好吃。有朋友就问了，说那这个邮轮上有没有素食餐厅啊？没有专门的素食餐厅，但是每一家餐厅您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来去提要求，比如说我不吃猪肉，我不吃牛肉，我吃素。那他们的厨师呢，就可以根据您的要求来做一个调整。所以您如果在饮食方面，比如说吃素啊，或者是不吃猪肉、不吃牛肉，就完全不需要担心。哎，对，船上的日餐，我们去那个海马餐厅吃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还有18天啤酒可以喝哦。感受最深的一点呢，是它这个船针对皇宫套房的客人呢，有一个专属的餐厅、专属的区域。因为像我们之前坐其他邮轮的时候，它对于稍微等级高一点的客房的客人呢，顶多就是有一个主厨餐厅，就可以去吃晚餐的一个餐厅，但是呢，就没有一个专属的区域。那像我们之前去吃的皇宫餐厅，还有就是我跟大家直播在的那个 private 那个 deck， 就是那个甲板上，就是那个私人的甲板和那个泳池那一小块的区域，就整个就是专属皇宫套房客人的区域，就其他的客人是进不去，因为他要凭借那个金色的房卡才能进入。它这个邮轮呢，上面还有符合小朋友玩的游戏机厅，还有什么 VR 体验室，我觉得是一个老少皆宜的邮轮。像富贵抽雪茄那个雪茄厅所在的位置，它那边是棕榈阁啊，那边每天放的音乐就都是比较复古怀旧啊，就是台语歌啊、粤语歌，都是那种很有年代感的。然后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就非常喜欢去那里跳舞，就在那里每天都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嗨。所以这个邮轮是符合各个年龄段朋友上来的一个邮轮。对了，另外一点呢，是我觉得他们的酒水 package 非常好，它有分不同等级，就你喜欢喝红葡萄酒、白葡萄酒的可以买这个套餐，喜欢喝啤酒的可以买啤酒套餐，喜欢喝饮料的可以买饮料套餐。它把这个套餐分得非常的细，所以就是可以符合每个人的口味。当然，就是客房的矿泉水是可以随便喝的，就是可以叫他们随便就是随时送上来。为什么要强调一下这个我们的酒水套餐啊？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酒水套餐特别贴心，而且特别划算。它不仅就是品类分得特别细，就能满足每个人的口味，它还是按价格来算，不是按人来算。就比如说我买多少酒，买多少啤酒送多少啤酒，它就是送多少啤酒，我这几个人喝都行，对吧？我朋友3、5个，每个人喝都行。但是我们之前坐的那个邮轮呢，要不然就是一个大套餐酒水套餐，要不然就是小套餐。但是呢，我不管买的哪个，就只能我自己喝。但是这个大套餐的这个酒水呢，我很多酒我是不愿意喝的，我不喜欢喝的。那这个小套餐这个饮料我也不喝，就搞得就很尴尬。就你说这个酒水套餐你到底是买还是不买？而且它是就是专门分到细到每一个人。我这个套餐我买了就只能我自己喝，富贵是不能喝的。但是我们名胜世界1号的这个酒水套餐呢，我买多少瓶送多少瓶，那这个送的我就可以给富贵喝，就是我们就可以是一个分享的一个套餐，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棒的。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因为船上的人比较多嘛，它满员的时候是2400、2500人，所以人是非常多的。所以在上船之前一定要先了解好这船上有什么活动，有什么餐厅。那除了这3家免费的餐厅不能预定位置以外，其他的所有餐厅您都是可以提前预定位置的。所以提前规划好我每天想吃什么餐厅几点吃什么餐厅来做一个预定，就可以很好的避免就因为等位啊或者是排队啊造成的一些不便。
那现在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上传的这一套程序啊。在上传的时候呢，它会把您的护照给收走，所以在上传之前呢，一定要复印一份您的护照照片页，就是实际大小的照片页，在一张 A4 纸上。这是知识点 ，A4 纸实际护照大小的复印件非常重要，因为上传以后呢，他们会把护照收走。您在第一天入境日本的时候呢，他会在这个复印件上贴一个临时的入境卡，接下来的几天就一直用这个复印件加这个入境卡来入境日本。所以在第一天的时候，如果您不下岛的话，您就没有这个入境卡，然后接下来的几天就不能入境了。所以第一天的下岛非常重要，因为他会要去给您贴这个入境卡。那这个 A4 纸实际大小的这个复印件一定要记住，就按照这个规定来。昨天我们下船的时候，有个非常贴心的阿姨，把自己的护照的复印件从这个 A4 纸上给裁了下来，她还觉得这样看起来比较顺眼，比较舒服。不行，这是不可以的，一定要是在一个 A4 纸上的实际大小的复印件哦。到最后一天游玩上船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复印件再收走，然后到最后一天下船的时候呢，他们会通知您去到一个固定地点，每一层的固定地点不一样，去取这个护照。您在船上的所有消费都是刷您的这个房卡嘛，所以在下船之前呢，可以到楼下柜台去交这个费用，也可以在网上去交这个费用。然后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房型的选择吧。它从低到高有内舱房，内舱房呢，我之前路过的时候有拍给大家看啊。它其实就是完全没有景色，就是一个房间，然后它呢还有上下床。其实呢，我觉得内舱房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大部分时间说句实话，房间里就是睡觉和洗澡的作用。大部分时候白天就是出来吃饭，或者是跟下岸跟 tour， 然后就是看秀嘛。回房间就是一个睡觉和洗澡。海景房呢，就是它这个房间呢是有一个窗户可以看到海，但是呢是不能打开的，是一个全封闭的。再来呢就是我们这个露台房，露台房呢，我觉得我们是非常需要露台房的。我们在房间呢有的时候需要剪剪片子啊，或者是休息一下，其实有一个露台房，我们可以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看看海啊，其实还是蛮不错的。而且尤其对于吸烟的朋友来说，露台房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在自己的露台上吸烟，就不需要跑到甲板上去吸烟嘛。然后就是套房，套房就是有一个质的飞跃了啊，它的这个装潢啊、装修都是新装修的，非常的精致。刚才我们有拍过他们套房的最低等级，其实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棒的。而且套房不仅是在居住环境啊、居住空间，还有专享服务有一个质的飞跃以外，它还有一个私人管家，在船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找这个管家。那我们刚才拍的是这个最低等级的一个套房，是一个双人床，还有一个客厅。皇宫套房呢，还有另外2个更高的等级，比如说海上别墅，2层的海上别墅，那个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啊，但是我准备去他们的官网去长长见识，看看这个海上别墅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我们2个人呢，其实选一个露台房，我觉得是完全足够的。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带着小朋友啊，选一个套房的房型，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然后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下岸的 tour 啊，就是岸上观光的这个团。那如果您想要下船观光的话，每天它有不同的行程，您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去来参加不同的团。下船的团呢，它就一般会分为1、2、3 ABC 选择，就是它的侧重点不一样，有的侧重点比如说在购物，有的侧重点比如说在观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当然除了不下船的朋友，你也可以选择自由行。自由行呢，就是比如说下了船以后打一个计程车，就有针对性的想要去哪里去哪里玩，就自己玩嘛。自由行的朋友呢，就要注意回船的时间了啊，因为每天的关闸时间不一样，一定要提前做打算。下岸观光跟团的朋友呢，这个团的价格是另外付的哟。回台湾入境的时候，大家肯定都知道了，不能带没吃完的三明治，有肉的任何东西都是不能带的哟，什么水果呀也是不能带的。我们
们台湾罚款很重的，但是都会有标志，就说这个不能带，那个不能带。一般在我们这个 tour 买的这些小零食啊什么的，这些是可以带进来的。喜欢喝酒的朋友，像我一样喜欢喝酒的朋友上这个游轮不需要自己带酒哈，因为这个上面的酒水非常的划算，非常的便宜。我们真的是觉得就再次强调他们的酒水套餐真的是非常划算，非常的好。我们不是跟了2个行程嘛，一个是3天2夜，一个是6天5夜。3天2夜呢是周五出发，然后周日回来。它主打的就是一个让大家不需要请假，下了班拎包上，然后玩1天，然后再下船，第2天接着上班，不需要请假的一个行程啊。尤其是现在暑假，就是父母想要带着小朋友出去玩，你要是自由行的话，其实你要准备的东西很多嘛，你要去订酒店，去做攻略，去制定路线，去订餐厅。但是如果一个周末带着孩子上来船，整个没有后顾之忧。小朋友想玩游戏机就玩游戏机，想下船跟团去观光宫古岛就观光。6天5夜的这个行程呢，就是周日晚上出发，然后周五下午回来。我们现在就是周五的下午，马上就要靠港了。6天5夜的行程总共下3个岛，因为它的第1天是巡航嘛，巡航您就可以 explore the cruise right。 然后第1天我们去了，第2天是鹿儿岛，我知道。第1天是熊本，第2天是鹿儿岛，第3天是那霸。对，因为日本的地图是狭长的地图哈，大家来一般都会想要去选择东京啊这些就是比较热门的城市。但是您要是单独来什么宫古岛啊、那霸呀，或者是鹿儿岛啊，又觉得很不值，离得又很远，然后自由行呢又很费劲儿。你要去订酒店去干嘛又很费劲儿，但是我们这个6天5夜的行程就把这几个地方的精华都给提炼了啊！你也不需要做攻略，你只需要跟着我们的 tour， 跟着我们的船去观光就好了。6天5夜走了日本的3个城市，而且这3个城市的这个风光啊特色各不相同，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特色，我觉得感受下来是非常不一样、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再强调一下啊，为了让大家还有一点，就是为了让大家不要走我的血泪史，要血拼的。台湾朋友们的购买力啊，真的是非常的强啊，每个人都是大包小包的这个购物团都是这样的。您如果想要去药妆店、去什么超市去买这些免税的商品，一进门先看好队伍排的长不长。第2，看看一定要确认好了在哪里退税，在哪里办理退税，因为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较紧。您血拼完了，买了各种东西，拿了各种东西，然后排队的时候一看坏了，队太长了，这就是我犯的错误。一定要先看好在哪里排队，可以请家里的工具人先去排队哈，女士们先去采购。我们的船上活动啊，除了这些秀啊，这世界顶级的秀以外，每天还有各种的游戏啊，还有海上占星。再说一下我们的船上的秀吧，我真的是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说句实话啊，他们的这个舞台，它是个星座剧场，它的舞台并不是很大，因为它的船本身也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船。但是它的秀绝对是世界级的秀，我觉得做的最好的一点是他们所有的秀和观众的互动做得非常非常好，有一个参与感。像我们在 Vegas 看的秀，它虽然非常的宏大，非常的酷炫，但是其实和观众的互动并没有太多，就和你在家看电视是一样的。但是在名胜世界1号上的这些所有的秀，每一场秀观众的参与感都是非常好的。另外船上还有 SPA， 有按摩，有就是在大厅的那种，就是现场按摩，还有 SPA， 您可以去体验。我去做了一个那个叫什么盐的一个按摩，就是用那个它那个大的那个喜马拉雅大块盐去热的盐去按摩，我觉得太舒服了，非常非常的棒。还有剪头发的啊，还有理发，还有理发啊、美容啊，这些就是您能想到的都能，这个船上都有啊，足疗也有啊，就是您想按哪儿都能满足您哈。总结一下，就是我觉得我们这2趟的邮轮体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而且它的3天2夜和6天5夜的行程呢，一直到9月份，就是涵盖了我们整个暑假，其实是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一家老小上来玩的。
那再过1个小时我们就要下船了，我们就要开启台湾第7季了。耶！这算第7季吗？不是第6季吧？第6季是那4个小时。哦，是第7季了。第7季了。哇耶！此处应有掌声。好吧，就这样吧。总结完了，大家如果对于这个《名胜世界1号》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问我哦。拜拜。朋友们，刚才虽然我已经拜拜了，但是我要抓紧最后的这点时间再吃点东西。最后的时间要来尝一尝 Michael 推荐的鱼头米粉汤。蓝湖它可以点菜，然后呢，针对皇宫客人呢，它有免费的皇宫套餐，所以我点了2个皇宫套餐，一个是鱼头米粉，一个是炒饭套餐。鱼头米粉，哦，这米粉看着好好吃，好香。这在套餐里面还有这是什么鸡肉串、沙茶鸡肉串，我们还点了一个炒饭。哦 ，Thank you。应该是这个船上的特色，每一家餐厅都有这个咸蛋鱼皮，但咸蛋鱼皮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非常的脆，非常的咸鲜。哦，那米粉的汤太鲜美了，特别浓郁。大家来蓝湖的话啊，一定要吃这个鱼头酸菜鱼头汤，是 Michael 推荐的。罐罐也推荐了，这鱼皮是哪里都有的，一定要吃，非常好吃。Keelung, we are here, Keelung。下船了，拜拜。上船下船它都有行李寄放，它都会标好，所以下船的时候其实是不需要自己拿行李的，就是它会统一的把行李放在一个属于你的地方。它有 Deck 9、Deck 10，自己去领就好了，不需要拖着行李下来。上船的时候也不需要拖着行李上去，它会送到房间的门口。取完行李呢，专门有工作人员查这个行李上的房间号，就以免拿错。Hello， 大家好，我们现在回到板桥了，我们回到台北了呀。我们现在要分头行动，富贵赶去板桥车站订火车票，他要赶在5点之前订，因为他要去买盒饭。他要去订，不是买盒饭，就是看看能不能订上明天的票的盒饭。然后我要去全联去干正事儿。